我跟你说过几次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就是不许伤害我的家人。你居然敢绑架伽罗，怎么？你想拿他做人质，然后威胁我父亲不许接丞相之位吗？还是你想杀了他，然后杀了我独孤全家？曼若，你听我说。闭嘴！从今而后，你我恩断义绝。今日之事，我全部知情。你，夏罗，夏罗，夏罗，伽罗，你不要跟我废话！我现在要立刻带伽罗回去救治。你要是敢拦我，我一定一片一片把你活剐了。与其让你继续误会我，你还不如现在把我一刀一刀活剐了。曼若，我指着我母亲的名字跟你发誓，今日之事，我当真毫不知情。太师，你果然好气魄呀！居然敢对我独孤信的家人下手！哼！多谢殿下相助之恩。大人，既然你不顾情面撕破了脸，那我用不着跟你客气了。宰相之职我是接定了，如果太师还有任何的手段，尽管使出来吧。曼若，我们走。哥叔，现在该如何收场呢？主上，属下不是要寻死，因为老夫人曾经嘱咐属下，要一辈子服侍主上。可是今日属下犯下大错，便想以眼待命谢罪。既然今日主上饶属下不死，那属下愿意继续服侍您，直到等您成就大业，属下便以死谢命。想去哪里啊？这伤口都还没有好，就想跑出去啊？阿姐，我受伤的是手，又不是脚。我不去了。要不阿姐，你跟我说说朝里的事儿吧。这几天我也想明白了，宇文护抓我，感情就是为了逼阿爹不做丞相。可阿爹为什么现在偏偏又做啊？你这件事情搞得这么大，虽然已经压下去了，但朝廷中多半有些人知道。这时候咱们独孤家要是不表个态，以后你让阿爹怎么统领大将军？现在啊，心里最高兴的莫过那个皇上了。阿爹一旦做了丞相，这宇文护多半不敢再造次了。那阿姐你呢？你高兴吗？哎呀，你不用瞒着我，那天宇文护跟你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。你什么时候跟他？大人的事情，小孩管那么多干嘛？你不是小孩，我是你妹妹。未来姐夫的事情，我怎么能不管？可是阿姐，整天缠着你的不是阿玉哥吗？那你怎么会跟宇文护？而且他不是坏人吗？就说你小不懂。有时候女人是会喜欢上坏蛋的。那他跟你说了那么多话，你还要跟他恩断义绝啊？哎呀，以后你就会明白了。爹，伽罗他怎么样了？他的手就是脱臼了，身上的伤也已结疤。我想不过2日，他又可以活蹦乱跳在你面前了。
都怪为父失察呀！我原以为姐妹3个人在京城里能够平安无事，所以我便放松了警惕。没想到宇文护他……爹，女儿已经亲自清查过，这件事情应该就是宇文护手下私自所为。您现在既然已经认了丞相，而且从宇文护手上又夺了司寇、司徒府2处大权，您就别逼得太紧。您也不是不知道这个人阴险毒辣，一定要提防他的报复。你既然都知道他阴险毒辣，为什么还要跟他纠缠在一起呢？你们那天的情形，我都看见了。但是我不说不问，并不代表我不会去查。般若，你是我们独孤家的长女啊，我对你寄予厚望。但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偷偷的以世家之力助他？又为什么要偷偷的把我蒙在鼓里呢？爹，女儿这么做，为的都是咱们独孤家。难道您忘了先帝所预言的“独孤天下”4个字吗？也许在世人听来，那只是流言。可是女儿自小出入宫中，亲耳听见先帝说过，那帝心未泯，然独孤天下9个字，是先帝亲手摇出来的签。既然是天子之战，就不可能不灵验的。所以女儿相信，这天下迟早是咱们独孤家的。你住口！朝政之事，岂是你们女人家能够胡乱非议的？爹，女儿知道您要避嫌，所以一直以来，您虽然居于高位，但是把弟弟们都放在外府，做着普通的官职，为的就是不让他们管理朝中政事。可您有没有想过，五胡入中原之外，已经几百年的乱世，再加上分坛当中您一味的墨守成规，那咱们只有死路一条。唯独我们手上有权有兵，才能确保咱们独孤家百世不倒啊！独孤般若，我不管您是怎么安排弟弟妹妹，不过我从小就有预感，独孤天下4个字一定会应验在我身上。既然前朝都有冯太后，齐国又有娄太后，那咱们大周怎么就不能有独孤皇后？所以你就打算和宇文护联合？对，因为他许我一个太后之位。你，我独孤家忠义数代，你怎么可以起谋逆作乱之心呢？爹教训的是，女儿已经知错了。从伽罗这件事情，女儿看出来，这宇文护根本不受控。此人心狠手辣，手底下的人又过于自作主张，所以我已决定放弃。不过独孤天下4个字，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。您也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令您难做。只要我嫁给了宇文昱，圣上至今膝下无子。女儿私下查探后，御医已经说，圣上因为自小落水，身体受寒，可能终身无嗣。到时候地中凶吉，那么我顺理成章的就可以做我的独孤皇后。爹，这样您就不会反对了吧？看你刚杀马那副样子，才真快渴死我了。赛马不小心撞上，太正常不过了。明明就是他技不如人才摔下去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，听王公子刚才的意思是，整件事情就是个误会，要怪，还得怪这匹马。对啊，正是如此。这样不就好办多了吗？畜生不听话，就得好好管教。你要记得。还愣在那儿干嘛？赶紧送独孤顺回去。啊！
记得我告诉过你，等你坐上了皇位，而我成了皇后，我才要把自己给你的。每次都这么狠心，我真想不通，我怎么会喜欢上你的？这不因为只有我可以帮助你坐上95之尊。哎，刚才你那个淘气的妹妹，故意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削我的面子，你还不赶紧安慰我一下？我的太师啊，你虽然权倾天下，可是因为你出身卑微，所以就算你娶了前朝郡主，朝廷依旧轻视你。这也就是为什么你那叔叔皇帝文泰死后，朝廷大臣宁可拥护一个没有用的儿子宇文觉为皇帝，也不愿意侍奉你为主，就是因为他的生母是公主出身，就如同我的生母是太原郭氏，富甲天下，就连继母都是清河崔氏之女，所以要说我们出生贵比公主一点都不为过。还有那厉害的阿爹，现在可是掌握了朝廷40%的军权，并且是8大柱国之首。所以一旦时机成熟，我愿意的话，随时都可以把你推上帝位。好大的口气啊！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这世间也只有我，才会容得下你这有野心的女人。虽然我爹这些年都在北疆韬光养晦，可我从来没有忘记先帝的占卜。帝心未明，然独孤天下。我相信我就是那天命之女。虽然当今没有女皇帝，可我相信一统天下的皇帝身上会流着我们独孤家的血。得独孤者，得天下。只要得到了你，天下自然在掌中。不过你最好赶紧帮我去劝下令尊，他既然刚从北疆归来，就理应在京城好好容养。别的事，最好不要插手，因为我不希望他接丞相之位。别说你不知道，为何你父亲前日刚进京，宇文觉今日就要驾临你家列场？只要独孤信肯接任丞相之位，他那一方就多了一杆大旗。可是我早就说过，谁做了丞相，谁就和我为敌。我可不希望有朝一日，我会跟我未来的岳父血刃相向。你敢？宇文护，我认真的告诉过你，我独孤般若什么都好，可就是护短。你要敢动我家人一根汗毛，我一定会让你后悔一辈子。干嘛那么认真呢？我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。可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那我认真的告诉你，不许你和宇文玉再眉来眼去了。这是登州商人捐的契书，价值20万两，我想够你起事时10万军人1个月的军饷。我的娘子又能干活，
还能帮夫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这东西我就先替你保管。好。对了，我跟我爹说过了，他答应我不会这么轻易接受这丞相之位。是吗？昨天他在宫里好像还是一副要和我作对到底的样子。我为了你，可是放下身段了。我爹是老臣，性子本来就比较硬。你先别急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会好好说服他。他真的不会接下那个丞相之印？他接了又如何？不过就是一个丞相之位，虚的。他打了半辈子的仗，哪懂什么文官在做什么？只要去上朝的时候，你做做样子让让他，私底下咱们该干嘛继续干嘛。满朝文武都知道，宇文觉特意要你父亲进京，就是想用这帮老臣来镇压我。我要是放任你父亲做了丞相，我这个太师的面子，可就真要被踩在脚底下了。面子？宇文护，你跟我讲面子？当时你纠缠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面子告诉我你娶妻生子了？现在，我不过让你让让我爹，你跟我谈面子？独孤般若，你讲点道理，家事政事岂能混为一谈？宇文护，我是喜欢你，但不是非你不嫁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要是敢对付我爹，我就敢对付你。不信你可以试试看，到时候不要怪我翻脸无情。你想干嘛？我能干嘛？我不过动动这张嘴，就可以拿到这么多的军饷。你说我能干嘛？你要记住，我独孤般若不管嫁给谁，都能帮他成为帝王。而你宇文护要是没有我，就永远屈于臣下。给我站住！般若，主上，他仗着我放不下他，就越来越……主上，属下早就说过，您实在是太宽纵这个女公子了。属下倒有一计，可助主上。说，独孤信纵横朝野30年，总归会留下些把柄。属下只要拿了这些把柄，先去威胁于他，他投鼠忌器，自然就不会接下丞相的位置。他是个圣人，哪来的把柄？只要是人，就一定有弱点。好吧，你去办吧。这圣上才登基几年，已经换了5个宰相，您自己想想，现在还有哪一个是活着的？爹，您是名武将，又久不在朝中，何必去趟这浑水啊？我又何尝不知啊！只是当年我和宇文泰大哥有过生死之交，在他临终前，再三嘱咐我，要我好好照顾他的儿子。如今宇文护是越来越飞扬跋扈，我实在不忍心看着圣上如此受气呀。可是爹，您不是最讨厌这些朝中的勾心斗角，所以这些年才远走北疆，远离这些是是非非吗？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啊。爹，您还记得吗？当年母亲临走前，您是怎么答应她的？您答应她，哪怕天塌下来，都一定要照顾好我们这些儿女。倘若您真的接下这丞相之位，必定跟宇文护有所冲突。到时候我们该怎么办？这些弟弟们还那么小，您若不在，谁护着他们？还有，我们这3姐妹都还没出嫁呢。难道您真的想我们出嫁的时候，座位上没有父母高堂？好，放心吧，爹不会轻易答应圣上的。哎，
不过你说的对呀，男孩还可以等上个几年，倒是你们姐妹3个的婚姻大事，该考虑考虑了吧？这些年，你把京城独孤府打理得井井有条，为父甚是欣慰啊。不过再好的女儿，流来流去也会流成仇的。爹总不能把你一辈子放在身边吧？快告诉爹吧，你是不是看上哪家的公子了？我听说你最近跟宁都王走得很近呢。爹，好，我不说就是了。不过，曼陀和伽罗都长大了，你的事如果不早一点定下来，你让他们2个人怎么出嫁呢？这伽罗还像个小孩子，还没有长大。您叫他今天如此淘气，以后怎么嫁人做子媳啊？伽罗这孩子从小跟在我身边征战，倒是养成了一副假小子的模样啊。还好这些年把他送回京城，得到你这位长姐的教导啊。哦，对了，听说那个杨坚马上就要进城了。是啊，你杨叔叔啊，他一直担心着朝中局势不稳，所以阿坚呢，就自告奋勇地代父进谏。这孩子还真是不错呀，又聪明又懂事，不但懂得带兵打仗，还懂得琴棋书画呢。等他这回进京啊，我就让曼陀和他把亲事给定了。曼陀？怎么了？哦，在我们3姐妹当中，爹向来最疼伽罗，我以为这门好亲事您会留给他呢。哎，不许胡说啊！你们姐妹3个人，我向来都是一视同仁的。虽然你和伽罗都是嫡出，而曼陀他……不过，别担心了，以我和你杨叔叔的交情，她嫁到杨家之后，不会受到轻视的。女儿知道，二妹要是知道，爹给她安排这么好的亲事，在梦里都不知道偷笑几回呢。